Hello，大家，我是 Dory。上一期我们探索了 Hualas 小镇，吃到了最好吃的炸鸡，还去了一个被当地人称为 Baby Trail 的高山湖练习高海拔徒步。而在这的第二天，我们为期4天3晚的 Santa Cruz Trek 就开始了。我们现在到了吃早餐的地方。今天是这个4天3晚的 tour 的第一天，我们早上5点，司机来接我们，开了大概2-3个小时吧，到这个地方2个小时可能。现在还特别冷，你看我后面都是养羊。现在大家都在这个小屋子里面吃早饭，我们队一共有7个人。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这个 Huasca Land 的国家公园，最左边就是外国人的票价，一天是30块。第一天是相对比较轻松的一天，有一半的时间我们都在前往徒步起始点的车子上度过。司机在沿途的一个风景超美的湖边停下来让我们拍照。hiking 起始点路上的一个景点。这个湖叫什么？拉甘努克。拉甘。哦，不会念，但是很美。随后又载我们去了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观景点，在那里我们可以近距离看到布兰卡山脉以及秘鲁最高峰海拔6768米的 Huasca Land。好像是全程最高点，全程海拔最高点，还是很壮观的。这是最开始看的那个湖，从那里拍上来的。我们现在回到车里了，等一下还要再开1个小时，就到我们的 Trailhead， 然后就要开始4天3晚的 hiking 啦。这就是我们这段徒步之旅的起始点了，是一个叫做 Vaqueria 的小村庄。厨师正在装备一些行李。我们刚才发了一些 snacks， 给自己准备一些垃圾袋。这些 donkey 驮着行李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吃完也该走了。这趟 Santa Cruz 徒步之旅，每个队会配备1个向导、1个厨师和1个 donkey man， 也就是帮忙赶驴的人。部分的行李，例如换洗衣物、洗漱包等个人用品，还有我们扎营用的帐篷和做饭的工具等等，都是由 donkey 一路帮忙驮着。而我们自己则需要准备1个个人背包，装备每天白天徒步行程中所需要的物品，例如一些衣物、水、药品以及零食等等。第一天的行程是从海拔3700米的 Vaqueria 村庄开始，我们需要翻过一座山，路过一些小村庄，然后抵达今晚的营地。全程是9.28公里，预计4个小时。猪哎，猪好像是吃人的，你知道吗？猪吃人。在再次抵达了一个小村落后，我们原地休息，准备吃午餐。3.5迈，差不多走了2个小时。爬升是780 feet， 已经比昨天爬升的要多，昨天才300多。对。然后现在在这个地方准备吃午饭。我们的向导和伙夫他们在帮我们搞饭。像个小老头，像那个马兜。还不错哈，米饭、鸡肉什么的。第一顿午餐看起来很朴素，但意外的味道很好。米饭和鸡肉都是跟亚洲食物很相似的口味，还配了爽口的紫甘蓝。吃完饭，向导还会给每个队友倒一杯暖乎乎的古柯茶。吃饭的时候还看到了别的队伍路过的驴子大军，
而我们队的驴子应该早就已经走远了。赶驴人会带着他们先去营地准备，而我们也要继续赶路了。现在看到这个前面的雪山了，我们现在在这个 valley 就2个山之间在走，应该是往这个雪山方向前进。然后第2天、第3天就会看到很多雪山还有湖湾这些。我们现在差不多再走2个小时就到今天晚上要露宿的营地了。遇到了一个驴队，哇，他们驮的是柴火。对，看起来好重，前面还有放羊的，后面就是雪山。这羊队也太可爱了。这一路上，我们都在和牛、和羊、和驴子一起共享这条小路，这是之前在别的徒步旅行中从未有过的体验。向导说，今天是最轻松的一天，大部分的路程都是平原和缓坡，而因为海拔的关系，就算是缓坡也足够让我们气喘吁吁了。好在营地马上就到了。往帐篷走去，看到了希望。今天其实说是最简单的一天，但我已经快要死了。主要是高海拔，爬山真的头好痛啊，头非常痛。你还好吗？就到了。他们发了这种洗脸的盆子和水。我们第1天的徒步就这样，最终以3小时42分钟、总长10公里以及爬升400米结束。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一个小帐篷。然后这里附了我们租的睡袋，因为家里没有这种可以抵御零下10到15度的这种睡袋，所以我们就在 tour 开始 check in 的时候租了一个。这是18刀一个，好像是16刀7刀1天。哦，7刀1天，反正我们一共是40多刀吧。我们的营地坐落在山谷之中，背靠着小溪，这样伙夫可以清洗工具。向导给我们煮的茶也是直接使用小溪里的水。我们派小飞机上去看了一眼，已经可以看到这座峡谷后面的雪山，也就是我们明天要抵达的地方。就是出门在外嘛，干净什么的就不考虑了，咱就这样睡吧。而且明天收帐篷也会对，这是最好的。每次收帐篷都非常对。这就是我们的营地。今天爬了1天的感想就是他们都好厉害，包括那个导游，感觉年纪也挺大的一个当地人，他就走得特别不疾不徐，上坡也是这个速度，下坡也是这个速度，脸不红心不跳气不喘的。感觉他有多大年纪？我感觉可能有40-50了。不至于吧，他可能只是长得老，至少有40。反正我们总是就是落在后面。我们的晚餐，这是我们的正餐，刚刚搞错了，刚刚那个是 appetizer，是个炸鱼，然后有配菜。晚上的星星太美了，现在才7点半而已哦，
视频拍不出来，放几张照片吧。这是我们租的睡袋，是这种木乃伊形式的，有一说一，还挺干净的，对吧？现在是8点06，我们差不多准备进木乃伊了。明天是6点的早餐，差不多5点多要起。明天会是非常 tough 的一天，我们要花5个小时，5到7个小时，快的话是5个小时，慢的话是7个小时，爬到最高点。普塔 pass 叫什么？普通。等我们找到那个词了，把它打在屏幕上啊。反正我们要到最高点，大概是4700、4800米，然后得花7个小时，再花2个小时下来，就会到我们明天的营地。那我们明天见啦！第2天啦，晚上好。现在是早上5点半左右，我们的向导还有叫醒服务。叫醒的方式就是给你一杯热气腾腾的可可茶。但是我真的高反有一点点严重，有一点肚子里有气嘛，然后一整个晚上都咕噜咕噜咕噜。睡得还不错，昨天这个睡袋比想象中暖和很多，挺舒服的。早上好，我们排队接个水，就准备出发啦。马不停蹄的，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徒步。今天我们要从3800米的营地爬升近1000米，到达4760米的最高点。因为感冒和什么药都不管用的头痛，这注定是我最有挑战性的一天。现在爬了1个小时，这是我们的 donkey 吗？好像不是啊。不是我们，另外一个爬升了半个多小时，我说累爆了。休息休息。是1180几米的 elevation gain， 就是300-400了已经。对，今天一共是1000米的 elevation gain， 所以走了1/3了。爬坡一直是我的弱项，为了迎接这次徒步之旅，我们在来秘鲁之前训练了几个礼拜的爬山和走楼梯机。但没想到这次难倒我的不是爬坡，而是难以预料的高原反应。我的太阳穴一路上都突突的跳，每一次抬腿都会引发一阵脑袋的震荡，让我不得不隔一段时间就坐下来静止一会儿，以缓解头痛。尽管我一直在努力跟上队友，但还是难以避免掉队。好在向导偶尔会组织大家原地休息一下，让我可以有跟上大部队和稍稍喘息的机会。那说点什么？一切尽在不言中。加油加油！像刚刚爬上来的 trail， 有一个湖，挺美的。我们又美美落下了。哪有？一直都还蛮跟上的。对，但是我们现在打算坐着休息一会儿。你看后面还有一个大上坡，我们已经上了大概有2-3个小时了，大概还有2个小时左右才能到顶。加油！现在已经1000卡了。1000卡了 ，OK。你说在家美美玩游戏不好吗？
为什么要来遭这种罪？在利马花酒店。这山很好爬吗？你看连个像样的路都没有。我们的向导 Appy 过了一会儿下来接我们了。他告诉我，走过这一段石头上坡就能到顶了，大概还需要半个小时。快要到普塔 Union 了，这是这里的 view。其实这个 trick 如果生病了是有让马驮下山的选项的，但我总觉得我还没到那个地步，咬咬牙还是可以的，而且骑马实在是太丢人了。还能怎么办呢？剩下的路只能加油吧。我们可爱的向导在最后一段冲上山，说要帮我录下成功的一刻，感谢他的鼓励，我们终于到了。Oh, made it finally. Thank you so much. Thank you so much. Congratulations. It's Thank you so much. Really appreciate it. 我们终于走到了4750米，普塔 Union。下面是这个 Laguna。我们半天走了5个多小时，差不多3000 feet again， 然后5.83迈。在山上休息了一会儿，向导就给我们送来了洗手液，要准备开饭了。每次放饭都是我最开心的时刻，因为我们的厨子做的饭真的很好吃。是我们今天的午餐，米饭、豆子和鸡腿。也是很神奇，我尽管头痛到眼睛都睁不开，胃口倒是好得很，果然天生干饭人。吃完饭，向导给了大家接近40分钟的休息时间。每餐一顿后，心情很好，抱着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希望，我们也找了块石头美美睡了一觉。我们现在要再次出发去我们今天的营地了，走下去差不多是2个小时。后面超美的，有个湖，然后还有冰川。我们在这里，吃个饭，然后睡了会儿觉，休整了大概1个小时。走吧。睡了一觉之后，我的头痛并没有消失，甚至没有变好。每一次落下脚步，因为2只脚的落差而产生的颠簸，脑袋都会因为震颤而嗡地疼一下。不过下山的路到底还是比上坡要好走太多，尽管依旧跟大部队落下了一段距离，我们还是在2个小时内顺利抵达了营地。我们的驴驴好可爱呀！然后我们的营地，这是我们的帐篷。晚上吃的是 pasta， 外国队友们听到要吃意面都特别开心，可能他们已经受够吃米饭了。不过意面也确实很好吃。今晚依旧睡得很好，神奇的是我的头痛总是在启程时发作，在吃完晚餐后消失，仿佛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让我每天都能睡一个好觉。早上7点了，伙夫在收拾东西，我们又准备去下一站了。出发。第3天，大部分的时间就都是下山和平地了。有一组队友要提前结束旅程，在今天回到村庄；另外2组队友则想多爬2个小时的路程，去附近另一个湖看一看。而因为身体的原因，我和松松决定按照自己的步调慢慢下山，等看湖的队友下山了再一起汇合。这样我们也就多了大把的时间跟向导 Appy 闲聊，他给我们看了他的女儿，还热情地邀请我们后天回去以后去他家吃烤乳猪。
不过很可惜，我们后天早上的飞机就要离开了。吃不上烤乳猪，我就只能啃啃玉米了。吃完点心，我们3个人靠在大石头上玩起了小飞机。松松发现这后面有一个很美的湖，就飞过去看了看。风很大，湖也不算近，小飞机飞得很艰难。而此时的我们还不知道，这一次差一点，我们就要失去小飞机了。突发事件，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飞无人机的时候，它没有降落回原来的位置，然后又没电了。松松现在去找，我们向导也去帮忙找了，看起来是找到了，找到啦。It's an accident. 第3天的上午结束了，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吃午餐，还在等我们的团员，他们从别的地方过来。好开心耶，今天好丰盛的。吃饭的地方风景很美，远处还有很多牛，好像是因为之前很多队伍都会在这里吃饭，然后把残羹剩饭倒在附近的草堆里，牛就会凑过来吃，它吃得好香呀。吃完饭，我们枕着石头休息了一会儿，就又要出发了。随着海拔的下降，我的头也没那么疼了。下午的路很轻松，我们很快就到了营地。最后一天，第3天，第3晚的露营地，3760米海拔的这个地方，后面还能看到雪山，明天可就看不到喽。最后一天，全员洗脚。哈哈哈哈！我们刚刚，一路上其实都有遇到他们，就是一对德国的兄妹。哎，兄妹吗？我感觉是姐弟啊。姐弟，然后他们是 backpacking 的，背了2个特别大的包，然后自己带了睡袋、帐篷、食物啊，还有一些简单的做饭的工具什么的，然后跟我们爬一样的行程。然后刚刚他们就过来跟我们一起坐在一起聊聊天，因为我们的帐篷比较暖和嘛。然后很神奇的是，那个男生他才刚刚高中毕业，我估计也就16岁，高中毕业18岁，好小，感觉还是很难的。因为昨天那个这边就是很多路，它基本上都没有路，就是在石头上面走而已。像昨天那个坡，大家也都看到了，特别陡，好羡慕啊！他们就是，他有这个决心，就是高中毕业可以 gap 一段时间到处去旅游。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年轻真好。炸鸡、薯条。最后一晚了，我们在餐厅帐篷里聊了很久。期间不知谁说外面的夕阳很漂亮，我们又纷纷跑出去看夕阳。总觉得头终于不痛了，却要离开了，有点遗憾，也有点不舍。但旅途哪有不留遗憾的？我们已经完成了第3天了，今天还挺 easy 的，基本上就是在一个峡谷中间走平路，走了大概6、7个小时。明天只需要再走4个小时，就可以走到山下，然后就会有这个旅行团的车来接我们回到 Huaraz。感觉这样说话还是有一点点喘哎，因为现在的海拔还是有差不多3700左右。早上好，今天是最后一天了，最后半天了，还有4个小时我们就下山啦。露营地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了很多狗狗，
特别亲人，特别温顺，可能是附近牧民的。你摸它的时候，它眼睛会眯起来的。猫也会的。走了。对于我就一般。这个一般，这个喜欢。今天我们就要下山啦，你有什么感想吗？有点不舍。那你会有点想家吗？也会。对吧？就是很复杂的 feeling， 一方面觉得好像已经够的了，一方面又觉得有一点不舍。而且现在海拔低了，我觉得我又可以再走几天。是吗？对。我好像一直没有拍过早餐，前2天这个时候我通常已经开始头胀了。早餐一般都是三明治和鸡蛋，每天早上他们都会提供热水，可以泡茶和热可可。之前没给大家介绍过，这就是我们的厕所，里面其实就一个坑而已，挖了一个坑。你看这里这么多个坑，应该都是之前的人留下的厕所。接完凉白开，我们也该再次启程了。狗狗拜拜，雪山拜拜。不再头痛的我仿佛开了挂，这一路都走得风生水起。然而太得意忘形了就会……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走到了这个 trail 的终点，刚刚一直是沿着这条河走下来的，还走得蛮快的，不到3个小时。没有过多久，我们就回到了小村庄。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要跟这个4天3晚的 Santa Cruz 之旅说再见了。我们要跟 Santa Cruz 说拜拜了。拜拜 Santa Cruz Track。下午我们回到了 Juarez， 洗了个澡，休息了一会儿，便又来到了城里觅食。看到这灯红酒绿，不禁觉得自己前4天过得很魔幻，在自然中怀念网络和城市，在繁华中又想要亲近自然。我们找了家餐厅，奔着烤乳猪去的，结果说今天没有烤乳猪。好吧，好在烤肉味道也很不错。我们点的烤肉双人份来了，它才60多索尔，所以我们担心吃不饱，所以点了 appetizer。结果它一上来，我们都惊了，这也太多了吧？这怎么吃得完呢？今天的视频有点超长了，感谢你看到这里。第2天我们就回到利马，准备搭飞机回家了。那我们就立马见喽，拜拜。